年后的话，其实大家从过完年回来以后的这种个人的状况啊，其实恢复的并没有特别的快吧。就是我们状态不是特别好，或者是没有调整的很稳定的情况下，遇到实力特别好的一些队伍，或者是发挥非常稳定的队伍的时候啊，就会被挤压出来，就会被暴露出来，从而就会失败。这个战旗都带过来了，那肯定啊，这可是榜首之争啊！而且9桶开始往上游了，先锋这里也准备。哎，这个位置盛祥哥9桶在我这，9桶在我这，没事吧？保一下，我要逼，我没吃到现在。能走吗？走不了。山哥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把被安排了，中了没事吧？哦，小兵没事。小兵吗？啊，我有1等，后边好像赢不了感觉。小炮超常发育了，马上无尽了。对，装备太好。回家无尽了应该。直接被射歪了，没事，兄弟啊，下一把。弟弟只要把团开起来，感觉还好打的。最终了一下，小虎的怒气其实还可以。小明被打残了，小虎一个满怒，大招炸了一下。小虎这边先拍一个 W， 大招也是推出来，直接反身叫一个大招往后溜。莉莉娅这边是到3个人，小虎这边再拍，好兄弟们小虎，现在把嘎啦应该是可以秒盛祥哥，瑞尔也倒地了，这波歪跑有点挡不太住了。哦 ，W 被打断了，好像。听那应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可以先等它变小。对，别冲，踢过来你们先撤就好了。哦，没关系的。小问题。下一波团要集中了。OK。我觉得他们的头脑是清晰的，但是呢，就氛围平和了点。氛围好的时候，能够天然的解决一些问题，但是也会隐藏一些问题。那往往在赢的情况下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你看，那我这样也赢了呀。就是你如何在赢的情况下，还能让选手们意识到，我好像今天犯过很多的这样的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在比赛中可能都会变成输的一个情况。我来不了。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来了，慢点。没闪的，贴不回来。那能变大。看一下这位置，慢点看到。小一那又是大纳尔，为什么老搞这种大纳尔呀？就本来这个局面 EDG 所有的优势点都是握在自己手里的，但2波开纳尔，2波就打回来了。我看到很多人，阿策攻不了啊！哇，这里啊你也没血，这样的话应该一波了。那2波团打的太可惜了，那2波没抓住就没办法了。哦，那2波团是我们最强的时候。觉得大家缺少了一个，这种提前解决问题，或者是，看别人吃一堑，自己也能长一智的这种能力，我觉得还不够重视吧。我觉得还不够重视。这种比赛疼不疼？这种比赛疼不疼？别人都在针对于版本强势的东西，都去反复的去找答案。我们找了什么东西？我们找了你们选手在训练赛中选手的个人习惯不好问题，梦游的问题，对吧？都找了这些问题，还解决不掉，那我们用什么赢呢？所有人都在靠着队伍现在的成绩、选手的个人能力，对吧？全靠兜。什么时候了？还有几场？后面比赛容易吗？看什么嘛下棋综艺都给我收一收。我不能说大家都不是很够努力，我觉得对自己的问题真的，要不然就是没重视，正视自己的问题，解决掉才是对你的职业生涯负责。讲这话讲给所有人听。我们当然不想输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怕输。我是能够希望通过1场、2场这样的失利，形成一个居安思危的心态，同时能够赢得比较多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够直面自己的问题，愿意面对问题。就其实最近不是很消停啊，又过年呀，大家又找状态呀，大家版本又换呀，包括我们最近也在整顿训练室的一些氛围和文化呀，对吧？我觉得呢，都是朝着好样在发展的，并且我也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啊，我觉得比以前成熟。刚刚大家讨论问题啊，包括选手们啊，其实也都在想着努力去改变啊，但是就是自己到底给自己多大的决心，我觉得就认清楚自己的问题，做好自己，一切都会变好。以后就输不了。那我觉得斗志不会影响。可能队伍比以前成熟了嘛？我觉得很多成熟的表现是在我输了以后，依然能够保持很强的战斗力，应该能很快速的赢回来，不用担心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感觉。
我觉得这支队伍不是这样子。可以打，泰坦没放。再看，可以破一下，可以装一下，加料泰坦大就行。其实这支 EDG 不管是教务管理团队还是选手，其实都不是那种崭新的人，有很多在 EDG 就是起家，然后成长，然后再出去经历，然后再回来，带着东西又重新回归 EDG 的，那我觉得成熟度天然就比以前高，和我以前看到的他们不一样。那我们要通过这样的失败，通过我们失败以后的工作化的细化的一些调整，正确的面对，以及我们后边要面对的一些艰难的一些赛程，才有可能会达到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成果和结果。那我们这把应该是要把目标定在前期要保护好中路的推线权上，不然的话我们上下都会有。上一场比赛里面刚好 EDG 是获得了10000杀，而且在 LPL 里面排行第2。我觉得10000杀，我觉得它说明很多事情，但是不能代表很多事情。就它可以说明的是，你这支队伍在联赛中画下了浓墨淡彩的一笔，但是这也画过了而已。那未来将开启10000杀以后的新的开始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类比。那么我们第2个10000杀能否比第1个10000杀来得更快，来得更漂亮？然后在第2个10000杀的过程中，我们能否胜率更高？我们能否取得的成就更好？任何一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，就像是我希望每一个失败都是我们下一波胜利的开始。